你知道吗？梨状肌是人体中最容易紧张且问题频发的肌肉之一。如果您感到臀部疼痛，甚至放射到腿部，引起麻木或刺痛，建议完整观看本视频，学习预防并改善梨状肌综合症的方法。许多人一遇到臀部疼痛，就想到拉伸，如鸽子式或四字拉伸。虽然这些方法可以暂时缓解不适，但无法根治问题。本期视频将揭示梨状肌的秘密，通过4个高效动作，激活并强化梨状肌，彻底根治疼痛。如果你还没订阅我们的频道，请点击订阅按钮，我们会每周更新更多的健康内容。梨状肌对于许多人来说既陌生却又至关重要，它位于我们的臀部深处，主要作用根据髋关节的位置而变化。当髋关节处于中立或伸展状态时，梨状肌主要负责外旋动作，即脚趾和大腿向外旋转。当髋关节屈曲时，梨状肌的功能转变为内旋和水平拉伸。因此，在训练梨状肌时，我们要根据髋关节的具体位置选择合适的动作。研究表明，久坐的生活方式限制了梨状肌的活动，导致其力量和耐力下降。相比之下，其他肌肉群可能通过过度使用而变得紧张或过于强壮，迫使梨状肌代偿性承担额外负荷。本已虚弱的梨状肌难以应对超负荷工作，肌肉紧张便不可避免。在开始锻炼之前，请记住，肌肉的设计初衷便是收缩和发力。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拉伸肌肉，而不让它发挥应有功能，就无法真正解决问题。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学习4种强化梨状肌的锻炼方法，帮助它恢复功能。第一个动作，侧卧臀部外旋。当髋关节处于中立位置时，梨状肌主要负责外旋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简单。首先，我们侧卧在地面上，确保髋关节保持中立。然后将一条腿微微抬离另一条腿，抬起时同时旋转大腿，使脚趾朝外。注意保持骨盆稳定，不要让骨盆朝天花板方向打开。在旋转到最大幅度时，保持用力，尝试进一步旋转，以充分激活梨状肌，持续约5秒。缓慢回到起始位置，放松，然后重复。建议初学者进行2组，每组4到6次，每次保持5秒。这个动作温和且针对性强，能有效唤醒梨状肌。第二个动作是站立臀部外旋。第一个动作是腿在空中移动，这个动作将腿固定在地面，然后激活强化臀部周围肌肉。首先保持站立，抬起一只脚，保持身体稳定。然后通过髋部发力，旋转身体，使目标腿外旋，旋转到最大位置，保持5秒钟。如果需要，你可以用另一只脚轻触地面来保持平衡。缓慢回到中立位置，重复动作建议进行2组，每组4至6次，每次保持5秒。这个动作比第一个动作更复杂，涉及核心和平衡能力的协调。适合在第一个动作的基础上进行。第3个动作，4点髋关节外展。首先，双手位于肩膀正下方，双膝位于髋部正下方，保持脊柱中立，轻微激活骨盆底肌和深层核心肌群。缓慢将一侧膝盖向外抬起，尽量保持脊柱和骨盆稳定。在最大幅度保持5秒。缓慢放下，重复动作。有些人在做这个动作时可能会感到肌肉抽筋，这是因为肌肉不习惯在这一范围内工作。只要保持训练，抽筋的现象会逐渐消失。如果抽筋严重，可以稍微降低膝盖抬起的幅度，建议进行2组，每组4至6次，每次保持5秒。这个动作能帮助你建立肌肉的运动感知能力，为更复杂的运动打下基础。第4个动作，
站立髋部开合，这个动作针对髋关节屈曲时梨状肌水平伸展功能，同时激活髋曲肌。保持站立位，必要时可以用扶墙来保持平衡，屈髋至90度。如抬不起来，可以降低一点，但是身体不要跟着转过去，保持骨盆正对前方，让骨盆的坐骨向下沉，然后将膝盖向外侧打开，最大幅度保持5秒，然后控制住缓慢的回到起始位置。可以用手轻压膝盖来进行对抗，增强效果。建议进行2组，每组4至6次，每次保持5秒。这个动作同时强化梨状肌和髋曲肌，改善髋关节的活动范围。现在我们已经学会了4种强化梨状肌的锻炼方法，这些练习能增强梨状肌力量，提升平衡与髋部稳定性，有效缓解紧张感，无需过度拉伸。请注意，过度拉伸可能导致骶髂关节不稳。为避免肌肉过度劳累引发疼痛，建议从4组动作中挑选一个针对中立髋关节的练习和一个针对屈曲髋关节的练习。每周练习2至3次，持续2周后，换用另外2组动作，再练2周。希望你喜欢这段视频。若觉得内容实用，请点赞或留言。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建议，欢迎在评论区交流，我们期待与你互动。感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